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度解读。今天啊，咱们来聊一个你肯定特别熟的话题——年。年。对，你可能觉得，过年嘛，谁不懂呢？我们每年过的这个节背后的故事，比我想象的要精彩太多了。是，他梳理的特别清楚。对，他会带着我们从上古时代一路穿越到今天的数字新年。咱们的目标就是搞清楚年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庆祝丰收的仪式，一步步变成一个民族最盛大的文化符号的。为了让你听得更明白，咱们可以抓住3个核心的转变来看。哦，哪3个？第一个就是从对天地神灵的敬畏，慢慢转向对人、对家庭的关怀。从敬神到关心人。第二个是从一种比较消极的，就是驱鬼辟邪，转向更积极的祈福影响。从防御到出击。哈哈，可以这么说。最后一个就是从各地零散的乡土传统汇聚成整个国家层面的文化认同。你带着这3个视角去看后面的细节，会发现很多习俗一下就通了。有意思，这就像给我们配了3副特殊的眼睛。那我们就从源头开始吧。我们老说过年，这个年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资料里直接引用了《说文解字》，就4个字：年，谷熟也。对，就是这么直白。年的本意就是谷物成熟了。你想想，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这可是一年里天大的事儿。确实是。这个源头在甲骨文里看得一清二楚。甲骨文那个年字画得特别有画面感。是吗？画的什么？就是一个弯着腰的人，背上扛着沉甸甸的谷穗。哇，一个人背着谷穗，这个形象一下子把年给具象化了。所以最早的过年啊，其实就是过一个丰收季，庆祝我们又有饭吃了。那庆祝丰收得有个固定的日子吧？这就涉及到历法了。资料里提到一个让我特别惊讶的点，就是我们现在过的这个正月新年，在历史上居然是流浪过的。没错，他的户口一直不稳定。夏朝在1月，商朝挪到12月，周朝又改到11月。我最不能理解的是秦始皇，他统一6国后，竟然把10月定为一年的开始。10月？对，10月。那会儿好多地方的庄稼还没有收完吧？这不奇怪吗？你这问到点子上了，这背后其实是政治考量。政治考量？对，古代帝王都想奉天承运嘛，修改历法，让时间的起点和自己王朝的起点对齐，这是一种宣示权力的方式，告诉天下人我的时代开始了。我明白了，所以新年定在哪个月，就成了一场持续了上千年的拔河比赛。就是这个意思。直到汉武帝时期，才终于有个人把这条绳子给钉死了。哦，这个人是谁？资料里提到了天文学家落夏闳，公元前104年，他和同事们一起制定了太初历。太初历，这部历法第一次用国家法律的形式，把孟春正月，也就是我们说的农历1月，定为岁首。这事儿的意义可太大了。是啊，你想啊，就因为这个，从那以后，不管你在中原还是边疆，大家过的年都是同一天了。他第一次把所有人都校准到了同一个文化时间上，那种凝聚力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在时间被校准之前，大家那种更原始的年是什么样的？他们要除的那个旧，肯定不只是灰尘吧？那当然不是。资料里提到了一个听起来就很古老的仪式，叫大拿。大拿？对，这可能是春节最古老、最吓人的形态了。它的核心目的就一个字：赶鬼儿。赶鬼儿？没错。岁末年终的时候，人们会戴上各种恐怖的面具，拿着武器，又跳又喊，搞一个盛大的仪式，把看不见的异鬼从村子里赶出去。哇，这听起来有点吓人是吧？但这反映了古人对疾病、瘟疫这些未知灾难的极度恐惧，所以除旧的本意根本不是我们今天这种温和的大扫除。那是什么？它更像是一场精神上的巷战，要把所有不吉利的东西用近乎暴力的方式给清除掉。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转变的起点，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和敬畏。一场精神上的巷战，这个比喻太到位了。那这种对鬼神的恐惧后来是怎么演变的呢？我感觉我们家门口贴的东西就跟这个有关系。现在是春联，但他的老祖宗竟然是一块桃木。对，
这个演变过程特别有意思，就像一条清晰的进化链。怎么说？最早大家相信桃木能辟邪，所以挂块头木在门上。到了汉代，觉得光有木头还不够，得有保安呢。哈哈，保安。于是开始在门上画神荼、郁垒这2位神将。再到5代，有个君主觉得光画画不够雅，就在桃木板上题了2句诗，这就是最早的桃符。我明白了，从一块木头到门神画像，再到写字的桃符，这都还停留在仿御层面。对，核心诉求是别让坏东西进来。但是到了明代，朱元璋特别喜欢对联，大力推广，桃符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红纸春联，性质一下就变了。你看，你完全抓住了关键。当人们开始在红纸上写下春风得意、国泰民安的时候，心态就从被动防御转变成了主动的期盼。门口那块地方不再是一个抵御邪祟的盾牌，而是成了一个抒发美好愿望的许愿板。这就是我们说的第2个转变，从恐惧到希望，从正轨到祈福。文字的出现，让每个普通家庭的门口都成了一个承载文学和美学的空间。这个转变太重要了。是的。类似的还有爆竹吧，我记得资料里说，最早就是把竹子扔火里烧，听那个噼里啪啦的响声。目的是吓唬山里的怪物山魈，纯粹是物理攻击。可不是吗？它最早就是一种驱邪的声波武器。到了宋代，火药发明了，烧竹子就升级成了用纸包着火药的爆仗，威力指数急上升，威力大增。你看，不管是贴的还是放的，很多习俗的源头都和赶走不好的东西有关。没错。那辞酒迎新，除了这些，还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资料里把好几个习俗都串起来了，都指向一个词：净化。对，净化。比如腊月23祭灶，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用糖瓜粘住灶王爷的嘴？哈哈，因为大家相信灶王爷要上天打小报告嘛，给他点甜头，希望他上天言好事。这其实是一种很有人情味的跟神灵世界的沟通，甚至带点小小的贿赂。懂了。然后是扫尘，这是对居住空间的物理净化。对。到了除夕夜，还有守岁，一家人熬夜不睡，是对时间的敬畏，也是为长辈祈寿。最后是压岁钱，这个更有意思。对，这个我得跟您好好说说。资料揭秘了，它本名叫压岁钱。那个岁是鬼鬼祟祟的祟。没错，所以它最早根本不是零花钱，而是一个护身符。护身符？古人用红线串起铜钱，放在孩子枕头底下，目的是镇压邪祟，保护孩子平安。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是悄悄把钱塞我枕头下面。哈哈哈，我奶奶也是。她可能说不出压岁这个道理，但那种希望孩子平安的本能，跟古人是一脉相承的。确实，你看，祭灶、扫尘、守岁、压岁，从神明到居所，从时间到个人，构成了一整套全方位的净化和守护仪式。对，连吃都变得有文化了。可不是嘛？北方吃饺子取庚岁交子的谐音，辞旧迎新的意思；南方吃年糕，图个年年高升的好彩头。食物不再只是填饱肚子，它也成了承载祝福和希望的文化符号。对，聊了这么多古代的年，我们再说回现代。有一个知识点，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春节这个名字其实非常年轻。很年轻。我看到资料的时候也吓了一跳，它居然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的，这确实有点反直觉。1914年，民国政府决定全面推行公历，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阳历。对，为了跟世界接轨，他们就把公历的1月1日定为官方的元旦。但问题来了，农历新年在民间的力量太强大了，不可能取消，那怎么办呢？于是就想了个办法，给它取个新名字，叫春节。对，这个命名其实很有智慧，它在历法上建立了一个2元结构。2元结构。元旦代表了现代国家和与世界同步的逻辑，而春节则安放了传统、家庭和民族的情感，两者并行不悖。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春节，其实是传统与现代碰撞与调和之后的一个产物。形式一直在变，但说到最后，它的内核是什么？经历了这么多变化，春节对我们来说，最根本的意义到底在哪儿？我觉得资料里那句话说的特别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对，庆祝形式可以千变万化，但春节最核心的东西没变，那就是家庭团聚和文化认同。比如祭祖，这个仪式看起来很传统，但它其实是在回答一个终极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是的，你通过祭拜祖先，确认了自己家庭的根，然后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团圆，最终汇聚成了整个民族的文化归属感。这才是春节最强大的力量。这么一路聊下来，真是感慨。我们从甲骨文上那个背着谷穗的小人儿开始，看到了时间如何被校准，看到一块辟邪的桃木如何长成了文学的春联儿，围观了宋朝的盛世狂欢。对，也亲历了今天的数字浪潮。原来我们每年都在过的这个年，它根本不是一个静止的标本，它是一条流动的河，在每个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风景。是的，资亮的结语说，春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时间证词。我觉得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民族的一个集体记忆硬盘。哦，集体记忆硬盘。对，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地重新读取它，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刷新它，然后再写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内容。这个读、写、刷新的过程本身就是文化传承。那么最后，我们也留一个问题给你来思考。我们看到了春节的万千变化，从最早在火里烧竹子，到今天在手机屏幕上抢红包。在你看来，当技术和生活方式不断改变着庆祝形式的时候，什么才是年那个不可动摇的内核？或者换个问法，如果未来你只能向下一代人传递一样关于年最重要的东西，那会是什么呢？